没有多久，二人就在此空间接近中心位置的某处找到了停下遁光的魏无涯，而画轴中间的精魂此刻重新化为儒生，就站在对面和其对峙而立，面上竟似一丝惧意都没有，这让二人有些惊讶。不过当王天谷二人抬手向儒生身后10余丈望去时，又吓了一大跳。只见淡淡的雾气中，一具高约30余丈的巨大妖物在一块水晶似的火红晶块中一动不动。此妖物双头四臂，额生独角，浑身漆黑如墨的鳞片闪闪发光，面目更是狰狞凶恶，獠牙外露，实在可怖之极。这是什么？好浓的魔气！王天谷心中咯噔一声，失声叫了出来。他不是为这妖物的庞大凶恶而吃惊，而是因为此妖物虽然封印的样子，但却弥漫在附近的魔气之浓，远超其余地方数倍，并隐带着一种让人心惊胆颤的气息。下去再说，听听对方要到底说什么。鬼灵门门主同样对封印中的此妖物大为忌惮，但犹豫之后，还是带着王天谷轻飘飘落下，落在了魏无涯的身边。毕竟有这位元婴后期大修士在，他倒也不用过于担心什么。两位道友也来了，正好，省得本人再多浪费什么口舌。儒生一见鬼灵门门主二人到来，不惧反笑：你把我们引到这里，有什么目的就说吧。鬼灵门门主镇定地说完，打量了对方几眼，心中十分震惊，因为对面的儒生身上血红符文仍然是流动闪烁不定，这分明是惊魂咒正在发作的样子，并且对方裸露出来的皮肤随着符文闪动明显在抽搐跳动着，但是儒生此时满面春风，脸上哪有丝毫痛苦之色，并且鬼魅之体也凝固异常，没有一点溃散的迹象。魏兄不说，但是王门主两位道友修炼的是上古流传下来的魔功传承，到了此地，是不是感到此地魔气大于人间界了？是又怎么样？难道你要告诉我这里就是灵妙园？哼，灵妙园，这里或许是，也可能不是。这话是什么意思？到了此时你还想戏耍我们？你们真以为像那种盛产灵药、灵气浓密之地，上古修士们会留给你们后人？许多年之前，也许真有灵妙园这种地方，并且不止一处的样子。但是如今，他们全部将灵药采摘一空，毁于上古修士的争夺之中了。此处说不定就是某处废弃的灵妙园，也是大有可能之事。但如今，这里只不过是人界和我们圣界交界处的另一处空间空隙而已。圣界？你是古魔？原本神色淡然的魏无涯一听到儒生刚才的言语，顿时大惊失色，同时急忙两手一掐诀，身上绿色毒雾滚滚冒出，将其淹没了其中。你知道我们圣界？儒生面上一丝惊讶闪过，有意无意地望了魏无涯一眼。上古魔界，事情虽然知道的不多，但知道你们是和古修士势不两立，上古时候曾经想独霸我们人界，这一点就足够了。魏无涯藏身在绿雾中，声音冰寒。鬼灵门门主和王天谷一听此话，顿时脸色一变，身上同时黑芒闪动，一团团阴气从身上现出，将他护在了其中。这二人谨慎盯着儒生，下意识地倒退两步。虽然这二人从未听说过什么上古魔界和古魔，但眼见魏无涯都如临大敌，再联想儒生有恃无恐的样子，自然心中警惕大升。我是什么，三位现在没有必要知道，但我现在打算和你们做一笔交易，若是成了，可以立即让你们境界狂升，就是进入化神期，也并非是不可能之事。不知三位有没有兴趣听听？哦，有这种好事，姑且说来听听。很简单，你们想必也看到我身后这具古魔躯体了。
在下想让三位帮忙解除他身上的封印，而作为回报，我会用此躯体打开一丝通往圣界的裂缝，然后借来一位圣祖大人的真魔之气，给三位灌注魔气，造就无上魔体，从此成为我圣界的一员。不知三位意下如何呀？以三位资质，一旦灌注成功，修为肯定突飞猛进，进入化神期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解除封印，灌注魔气。鬼灵门门主听得怦然心动，能瞬间修为大涨，甚至可以进入化神期，这实在对于修士来说吸引力实在太大。他目光一转之下，只见王天谷同样神色一动，望了过来，分明是动心的样子。你二人犯什么糊涂？真以为灌注了魔气后，你二人还是原来的你吗？说不定就此神智大丧，成为古魔的一介傀儡。魏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天谷一听此话，如冷水浇头，顿时清醒了几分。什么意思？异界之古魔，你们也敢相信？虽然不知道这灌注魔气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种浑浊之气，不考虑你们原来的境界基础就强行提升，你们以为会有什么好下场吗？鬼灵门门主和王天谷每听一句，脸色就难看一分。全部听完之后，二人望向儒生的目光已经变得阴冷异常。儒生听到此话，眉头一皱，嘴唇张了张，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这时魏无涯面上显出了一丝诡异之色。在儒生身后丈许远的石堆中，突然一声尖笑，一道细长黑影毫无征兆地激射而出，一闪即逝，洞穿了儒生的腹部，激射出10余丈远，盘旋后停留在半空中，竟是一条浑身乌黑的怪异小蛇，头部尖利无比，生有一只拇指大小的雪白独角，仿佛剑尖一般锋利，身上则一丝鳞片没有，黝黑发亮。儒生的腹部则竟爆裂般的开出了一个碗口大的小洞，因为是鬼魅之身，里面自然一滴鲜血没有，但有一颗核桃大小的碧绿色晶核被击碎了大半，只剩下了一些残骸留在孔洞之中。你竟然知道我有魂石所在的位置？儒生低手看了看自己的小腹，目中露出一丝难以相信之色，而这时绿雾中才传来魏无涯毫无感情的话语声：我又修炼的不是鬼道，自然不知道什么魂石，但是我的破魂蛇可是善于对于阴魂妖鬼，灭杀玉里精魂所化的鬼魅，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儒生闻言，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之色，随后扑哧一声，整个躯体自行爆裂开来，化为一团灰白之气，四下翻滚。而鬼灵门门主和王天谷见此情形，心中有些意外，但望了望不远处的巨大妖物，倒也大松了一口气。魏道友，我们要去毁了此具古魔的躯体吗？看了看这具魔躯，怎么都觉得心中压抑。王天谷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能回去的话，你认为上古修士不会如此做吗？还是一切保持原状，我们快些离开此地的好？魏无涯默然了片刻，还是摇了摇头。王天谷还是有些迟疑，鬼灵门门主却默然片刻，赞同地说道：魏兄所言极是，此地实在是有些诡异，我们还是早些离开的好。见两人如此说，王天谷自然不会有其他意见，转身就要腾空而起。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平静异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谁允许你们离开的？既然到了本尊魔体封印之地，你们以为还能活着离开这里？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把小命都留下吧。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王天谷等人自然心中大震，面露难以置信之色，急忙回身望去，只见那团被击散了的白色阴气，非但没有消灭四散，反而是活过来一般凝聚成了一团。瞬间，一个灰蒙蒙的独角鬼头就化形而成，双目狰狞异常，盯着三人。
鬼灵门门主眼疾手快，一扬手，一口黑色飞刀化为长虹，脱手射出，从鬼头中间一斩而过。但是被分开的两片鬼头瞬间又在灰气簇拥下凝聚到了一起，丝毫伤害都没有的样子。见到此幕，三人心中倒吸一口凉气，面露骇然。鬼灵门门主更是心中咯噔一声，鬼灵门本身就是擅长驱鬼斩魂之类的秘术，身为门主的他，这口本命飞刀在炼制后同样在此方面有莫大的神通，可如今这鬼头毫不起作用，竟斩杀不得，这可实在让鬼灵门门主隐隐有些不妙。魏无涯在绿雾中见此，口中急忙一声尖笑发出，那盘旋在空中的尖角乌蛇闻听此音，当以身形一探，骤然化为了一道黑芒，再次激射而去，同时绿雾中一阵盘旋，一股碧绿可怖的大手蓦然浮现，一抖之下化为了一道绿虹，向那鬼头狠狠抓去。而王天谷二人显然也没有让魏无涯单打独斗的意思，一个身形滴溜溜的在原地一转，微变阴气向着鬼头照去，另一个深吸一口气，一张口，一颗金灿灿的骷髅头脱口喷出，然后发出鬼笑之声，也冲了过去。三人联手之势转瞬间即成，但就在这时，灰雾中的鬼头蓦然一扬手，一种厉笑连绵不断的脱口而出。此笑声尖利而古怪，但几乎同时，水晶中封印的巨大魔躯呼应似的亮起了黝黑的光芒，双眼蓦然睁开，两道血红色的光柱从目中激射而出，正好将鬼头罩在其内，化为一层鲜红的血罩。浓浓的血腥之气一下弥漫开来，这时各种攻击先后攻击到了此处，顿时轰隆之声不断，黑气绿光大放，一下将血罩淹没在其内。但片刻后，魏无涯三人面色一变，急忙将功法一收，惊慌失措地停下了攻击，重新露出了血色护罩。无论是那魔功所化的黑气，还是毒物所化的巨手，一接触此护罩，立刻无声无息被吸纳了进去，反让护罩更加凝厚三分。倒是那条乌蛇和金色骷髅头围着光罩猛攻不停，没有出现任何异状。就在这三人面面相觑的刹那间耽搁，封印中的魔躯再次起了惊人的变化，魔躯散发的乌光一敛，一明一暗之间，光芒蓦然间化为血红之色，从体内也向外冒出丝丝的血芒。转眼间，巨大的魔躯刺目耀亮，彻底光质化了起来。而与此对应的是，血色光罩中的独角鬼头此刻停在一芒滚滚的血色光影正中，双目紧闭，身下无数个细如蠕虫的暗红光片正丝丝的在下方凝结成一个正常人的体型，血丝光影不停闪烁，肌肉骨骼已是红嫩嫩的泛着血红的妖异完成，正连连不断的无数条光丝一层一层快速无比的组合着外层的皮肤，那种诡异的感觉直令鬼灵门门主等人张目结舌，头皮发麻。转瞬间，不光身下的躯体，独角鬼头上同样是被血色光影所包裹，一块块的血色肉块在凝聚成型。王天谷目光一转之下，看到了随着血罩中人形躯体的成型，而水晶中魔躯所化的血色光团则正在急剧变小，而两者间正好透过原先的两道血红光柱连接到一起。他稍一思量之下，立刻想到了某个传说中的秘术——镀金大晶石色。解体化形，是魔宫中的无上秘术，解体化形大法。他同时两手一扬，各有一道乌光飞射而出，直接斩向那两根相通的血色光柱，竟是两片巴掌大小的铜片，上面黑蒙蒙的符文流转不停。这时，魏无涯和鬼灵门门主听到王天谷喊出了那解体化形大法的言语，同样吓了一跳，目光不及多想，同时凝望而去，
只见2片铜片一下插进了2根光柱之间，顿时黑色灵光大放，血色光柱戛然而断。这时身下躯体已经完成了8、9分的鬼头人身的魔人有所感应，睁开了双目，一黑一紫2道妖异的光芒骤然亮起，嘴角边勾起了一丝凶残的狞笑。